原来你还能在这个点刷到我，我都以为我快凉了呢。今天就不猜左脚压右脚了，老规矩，刷到了你就吱个声，或者在右边留下你此时的手机电量，让我知道我还没完全凉透。好了，废话到此结束，一起来享受今天的解压时刻吧。社恐10级的马特为逃避人类社交，直接辍学回老家继承了千亩林地，窝在爷爷的猎人小屋里开启了快乐躺平模式。这天马特无意间翻出爷爷的工具箱，长期无人使用的钻头已经锈迹斑斑，他轻轻地擦拭着祖传的工具，脑海浮现出爷爷手把手教他木工技艺的画面。为了使爷爷的手艺得到传承，马特决定就用这套工具亲手建造一间木屋。他在丛林中选定了一处平坦的宅基地，便开启了他的建造之旅。第一步就是要沿着宅基地的四周围起一道铁栅栏，这样既能防止野兽袭击，又能圈定属于自己的宁静领域。偌大的工程马特都要一个人完成，不过对于年仅18岁的他来说，最不缺的就是体力和时间。经过2个半月的努力，栅栏终于全部安装好。由于此前爷爷还留有一批砍伐备用的原木，这让马特节省了大量的采伐时间。他首先用斧头将原木上的疙瘩劈砍干净，而后再拿来刮刀仔细刮去树皮。看着褐色的树皮一点点剥落，露出云山隐秘的淡黄色纹理，阳光洒落在他汗湿的脊背上，手中的刮刀如行云流水般游走。当同龄人还躺在床上等外卖时，他却沉浸在深山老林中无法自拔。一根根去皮的原木都被整齐码放在支架旁，最终耗时2个半月才将所有原木处理完毕。为了让原木在山风与斜阳中自然阴干，还需要重新将它们架空叠放，以确保空气流通。接下来木屋的搭建正式开启，严谨的他用尺子精准地测算着距离，而后敲入钢筋确定地基的位置。看来这面积至少200平起，而后再根据记号挖掘基坑。别看马特年纪小，但做起事来却非常的稳重。地基之间都要用红绳锁定，才能确保后期地基保持同一水平线。由于缺少预算，地基就使用大自然赐予的石材垫底，而后便可往模具内灌入搅拌好的砂浆。这么好的手艺肯定能找个好工作，找工作交给58同城就成，效率超高，还能租房卖房找生活服务。内部还要填上石块植入钢筋，才能让地基达到坚不可摧的效果，就如同记忆中爷爷的模样。由于马特坚持不使用电动工具，主要也可能是他买不起，因此想要将一根木材一分为2，就需要先用墨斗弹出标记线，再借助81下的力量，使斧刃精准进入原木天灵盖，劈开一点缝隙后进一步扩大裂缝。与此同时，用木楔子给束胸来场针灸，才能打开他紧锁的心房，直到他心甘情愿地撕裂自己。用斧子斩断千丝万缕的联系后，还要对其表面进行细致修整，接着就可以将平整的一面朝下架在地基上。由于木材的长度不够，马特还要在上面锯出榫头，将2根原木拼接在一起。经过手术后的木胸才能登上舞台，而后在交接之处做好标记，斧子则按照标记精准劈砍出马鞍凹口。没想到马特仅练习了2天半，就达到了人斧合一的境界。不过在2者正式结合之前，还要先铺上厚厚的苔藓，这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填缝剂。为了确保底座足够的坚固，木材拼接处下方还要支棱立柱加固，双方才能好合百年。为了能让木材之间紧密咬合，还得拿出圆规刻画出精准的图形，再交由奔凿斧锯层层凿刻，直到木材上出现一道对应的凹槽。同样铺垫1层苔藓之后，2层原木方能严丝合缝地建立最亲密的关系。从马特更衣的频率不难看出，每天的进度或许就只能搭好1根木材。终于在墙体达到第2层的高度后，还需要拿来手动钻头，将原木自上而下一次性贯通，再打入木栓，将2根原木牢牢锁定。往后的日子里，马特不断重复这个步骤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他都准时出现在工地中央，斧声与凿声交织成林间唯一的节奏。直到墙体垒到第3层时，为了方便后续站稳脚跟，马特才拿来角马和方木搭建出地板的承重托梁，在上面铺设好地板之后，就有了立足的地方。接着马特继续往上搭建墙体，严谨的他依然用划线器精准地做出标记，而后在木材上凿出相应的凹槽。由于他坚持不使用电动工具，所以这个步骤往往需要2天半的时间，才能确保原木之间没有任何缝隙。他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对爷爷的思念让他从一个躺平青年蜕变为执斧如笔的木作匠人，每一道斧痕都像是写给爷爷的信。很快墙体越来越高，凭一己之力很难再把木材搬运上去。好在马特顶着个聪明的脑袋，他把原木架在墙上作为滑轨，再在上面固定上木块作为阶梯，而后就可以利用定滑轮的原理，通过绳索将原木缓缓拉上墙体高处。
半年时间如白驹过隙，墙体也即将完工。无论刮风下雨，马特始终坚守在工地，从未停歇。闲暇之余，他也会制作些美食犒劳自己，亦或到附近游山玩水，看山间云卷云舒，听溪水潺潺入耳。由于没有油锯，马特必须在搭建屋顶之前就把窗户手动锯出来。为了确保窗框比例协调，他用木尺反复丈量，再以手锯沿着标记线缓慢推进。根据窗框的尺寸，在木材上砍出相应的凹槽。尽管只有手动工具，也能把切面处理得非常的平整。别看马特今年只有18岁，木工经验却已深耕15年。为了方便后续窗户的安装，还需要在边缘钻出卡槽。入户门也是同样的操作。尽管手锯用起来费时费力，马特却始终专注如一，拒绝使用任何电动工具。为了达到东西南北都通透的效果，他还在后墙也锯出了同样尺寸的窗洞。随着入户门和窗户都预留好，就可以继续往上搭建墙体。这时候就需要继续拼接原木，延伸出去制作出门廊的悬挑，而后下面再支棱起2根立柱，利用可调节的螺栓固定好，就能稳稳拖住上方的横梁。在开始搭建屋顶的框架之前，还需要在墙体顶端标出倾斜角度，而后通过斧子劈砍出平整的斜面。都说现在的年轻人沉不下心，马特却用一斧一凿打破了偏见。他俯身凿刻屋架的每一处榫卯，终于将屋顶的框架精准拼接，牢牢地固定在了墙体顶端。1年多的建设让马特看起来成熟了不少。他回首看向从无到有的木屋框架，眼中满是笃定与平静。由于之前准备的木材已经耗尽，密封屋顶的木板只能依靠父亲赞助。为了在安装时更加紧密贴合，马特第一次使用了电动工具。如果非要找个偷懒的理由，那就是对效率的妥协性接纳。由于每一块木板都自带气口，只需将它们依次嵌入便可严丝合缝。它沿着屋脊一寸寸铺排开来，木板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最终经过2天半的铺设，马特的木屋终于喜风金顶，而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装修工作等待他完成。